谢运。江小天，你父亲呢？父亲在内院休息。谢家小姐有何贵干？江小天，把你父亲叫回来。这次我们是来退婚的。我们家小姐已被云天宗太上长老看中，收为亲传弟子。你们如今的身份已是天差地别。你爹也是个废物，识趣的话把婚书交出来。退婚可以，但你们不该羞辱我父亲。蝼蚁也想翻天？不自量力，识趣的就赶紧把婚书拿出来退了，否则今天就是你们父子的死期。系统名为养儿防老系统，我养你小，你养我老。宿主将儿子抚养长大，如今到了儿子反报之时，只要宿主的儿子在成长过程中遭遇危险，或通过自身成长，宿主即可获得奖励。奖励包括修为、丹药、功法、武器等。检测到现有敌人最高境界为金丹境初期，奖励新手大礼包，为户主优先提升为至金丹境中期，奖励培元丹1200。只要儿子不断成长闯祸，我就能一直获得奖励。是的。江晨，你这废物竟还有如此实力！不过即便如此，你也认命吧。云天宗的实力不是你们这种人能招惹的。云天宗又如何？那也不是你能欺负我儿子的理由。什么时候挡住三长老随手一道功技，就能这般自得了？三长老，准备好了吗？恕子而敢！叮，检测到更高境界敌人，宿主修为已提升至金丹后期。既然你们谢家觉得我儿子配不上你们小姐，那谢家家主当初跟我约定的婚约也不必继续了。退婚这事，我答应了。爹，小天，你知道青云城外的世界吗？青云城归云天宗管，像这样的城还有几十个，再往外我就不知道了。在我眼里，云天宗已经是庞然大物了。云天宗，在整个清玄大陆面前，什么都不是。爹怎么知道？因为当年我就是闯荡出去，才认识了你母亲。那母亲现在在哪儿？她还活着。只是被他家族的人带走了。你母亲的家族才是这片大陆真正的顶级世家，云天宗在他们眼中连蝼蚁都算不上。现在知道太多对你没好处。对了，爹，当初你的修为不是被废了吗？今天这是……确实是被你母亲家族的人废了，只有那样才能保住我们父子的命。但苍天有眼，我的修为已经重修回来了。小天，你知道我们这片大陆的修炼体系吗？淬体、五脏、金丹、元婴、化神、半圣、圣人，这是大多数人的认知，而我告诉你的远比这更远。事情了了，你有什么打算？爹，离开青云城吧，我想出去闯闯。那我们父子就出去闯闯又何妨？小天啊，小天，你可要争气，赶紧成长，多惹点事，你爹我就变得更强。你娘的家族迟早要踏平，以报当年拆散我们一家人分散多年的仇。爹，天圣王朝真大呀！小天啊，咱们好不容易到了，你先去那边的酒楼吃点好的，爹去打听打听消息。爹，你不一起吗？爹还有点私事要办，你尽管吃，吃饱了才有力气修炼。听说有个叫做江小天的年轻人，自称天圣第一天才，连皇室的都不放在眼里。哦，那个江小天啊，说要3个月内挑战所有统领高手，不服来战。是谁啊？
我跟你们说，江小天那小子亲口说的，天圣皇朝的所谓同龄人，都是土鸡瓦狗。啊切！谁在念叨我？谁是江小天？本少爷赵无极，天圣赵家嫡长子，金丹境中期。听说你自称天圣第一天才，还说不服来战。我没有啊，敢做不敢当。天才的名声就是这么吹嘘起来的吗？看来不过如此，废物。嘴上功夫了得，但就是不知道你手上功夫有你嘴上的几分实力。恭喜宿主儿子招惹天圣王朝赵家之人，奖励地品阶丹药，运神丹超至100。此丹药为化神修士突破运养神魂之丹药。小子，跪下认错，可留全尸。丁，宿主儿子面临金丹境圆满敌人，宿主修为已提升至元婴境初期。爹，我是不是觉醒了特殊体质？很有可能。我们家祖上据说出过圣人。真的假的？爹什么时候骗过你？小子，你一再欺辱我赵家，今日老夫亲自出手，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天外有天。退后！丁，检测到宿主儿子面临元婴境初期敌人，奖励宿主地品中阶飞剑明月剑。哟，打得挺热闹啊！阴青鸾，怎么欺负一个老头子，多没意思！你是何人？我，云天宗长老殷青鸾。丁，检测到宿主儿子面临潜在威胁，殷青鸾修为元婴后期，建议宿主谨慎应对。这位姑娘，犬子年少无知，若有得罪之处，还请见谅。这小子倒是有趣，连败赵家这么多人，还以为多厉害呢，结果就这。不过嘛，我喜欢有趣的人。你们父子俩，跟我走吧。去哪儿？云天宗得罪了赵家，还想在天圣皇都混下去，不如跟我去云天宗，我保你们平安。爹，你怎么这么厉害？你不是金丹期吗？重修。那你现在什么境界？圣人。爹，你以前是不是就是这么忽悠大我娘的？小天，对不住了，但当爹的给你树立无敌形象，出了事儿爹兜着，兜不住的话，还有你系统爹在呢，丹药管够。接下来，该让儿子在云天宗搞点事情了。
爹，这也太气派了吧！还行吧，马马虎虎。还马马虎虎，吹牛吧你！殷长老，这就是你从外面捡回来的野小子？刘长老，这是我的客人，请注意你的措辞。哼，客人？听说这小子在天圣皇都闹出了不小的动静，连赵家家主都亲自出手了。我当是什么了不得的天才呢？结果一看，金丹初期，就这也能把你云天宗的金丹弟子全打趴下？放肆！你算什么东西？也敢在我云天宗山门前大放厥词！刘长老，够了。谢世旨，此事与你无关。与我有关，他们是我请来的客人，在宗主没有明确表态之前，谁也不能动他们。跟我来吧。爹，他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大概是后悔了吧？后悔什么？后悔退婚啊！傻小子，你现在可是连拜赵家高手的天才，他那个云天宗太上长老的身份未必有你的潜力值钱。女人嘛，都是现实的。云天宗数千弟子，数十长老，巨大的资源库啊！只要小天不断挑战，我就能源源不断获得奖励。小天啊，你既然来了云天宗，就要好好表现。云天宗的弟子们个个自以为很厉害，你得让他们知道什么叫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爹，这样不太好吧？毕竟是别人的地盘。怕什么？你代表的是咱们江家的脸面。你想想，你娘要是知道你连几个宗门弟子都搞不定，她得多失望。爹说的对，我不能给娘丢脸。这才是我儿子。去吧，先从外门弟子开始，一路打上去。爹，你不跟我一起去？爹还要修炼，等你打到打不过的时候，爹自然会出现。第一天，江小天挑战外门前10弟子，3战全胜。第二天，他挑战内门精英弟子，5战全胜。还有谁？第3天，他直接叫榜核心弟子，连败3人。那个新来的小子到底是什么来头？金丹初期打败金丹后期，开挂了吧？我听说是殷长老从外面捡回来的，好像跟谢师姐还有过婚约。什么？谢师姐的未婚夫？难怪这么猛。金丹初期连败我云天宗数名弟子，不得不说你的确有些本事，多谢夸奖。但你不该来云天宗撒野，更不该纠缠谢韵。我什么时候纠缠他了？出手吧，3招之内。若你能站着说话，算我输。小姐，那个江小天真的很厉害，外面都在说您退婚退早了。金丹初期而已，再厉害也有限。云天宗真正的天才还没有出手呢。谢师姐，不好了，周师兄去找江小天了。就凭你这点本事，也配站在谢韵身边？废物！丁，检测到宿主儿子受到金丹圆满敌人重创，奖励地阶中阶神通苍雷印。刚才你说我儿子是废物，哼，难道不是？那就让我来领教领教太上长老的亲传弟子到底有多少本事。找死！
就这，太上长老的亲传弟子，就这点实力。你还不够看，叫你家老的出来吧。何人敢伤我徒儿？来了来了，真正的大鱼来了！丁，检测到宿主儿子面临半步化神威胁，宿主修为已提升至化神境初期。额外奖励：地品上阶神通万雷劫狱，地品上阶法宝混沌术。化神初期，修为永不坠落，很好，又进了一步。化神初期，难怪能伤我徒儿。云小子前辈，晚辈无意与云天宗为敌，只是令徒伤我儿子在先，我出手护子在后。要不这件事就这么算了？伤我徒儿还想就这么算了？你当云天宗是什么地方？那前辈想怎样？留下一条手臂，然后滚出云天宗。前辈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，你打我一掌，我不还手，我还你一掌，如何？找死！丁，宿主受到伤害，触发被动效果，奖励化神丹吃100。前辈，您没吃饭。你。前辈打完了吧？那该我了。这不是化神初期能施展的神通。谁告诉你我是化神初期了？道友手下留情。丁，检测到宿主儿子面临化神中期威胁，额外奖励：天品下阶功法虚空手。道友为何与我云天宗为敌？我没想与贵宗为敌啊，是你们的人先打我儿子，我只是正当防卫。此事确实是我云天宗理亏，道友若愿意就此接过，老夫做主，此事不再追究。前辈深明大义，晚辈佩服。对了，前辈，还有一件事，我儿子现在也算云天宗的客人吧，能不能在贵宗住几天？小天啊，你的体质还没完全觉醒，需要更多的实战来激发。可以，但点到为止，不可伤人性命。那是自然。这一趟云天宗之行，收获颇丰啊。这个江小天是不是有什么不死之身？我看是他爹的丹药不要钱。那倒是，他爹那天电疗太上长老的时候，我亲眼看见他掏出好几10颗丹药，眼都不眨一下。所以咱们给他起了个外号“打不死的小强”。爹，他们叫我小强。小强好啊，小强命硬，怎么都打不死，多符合你的气质。爹，您是在夸我吗？当然是在夸你。你知道爹最欣赏请你哪一点吗？哪一点？扛揍。差不多了，云天宗的羊毛已经薅得差不多了，再薅下去，玄清子那老头该心疼了。小天，收拾收拾，咱们该走了。爹，去哪儿？换个地方。西玄州太小了，容不下你这条大龙。爹带你去东玄州见见世面。
江道友这就要走了。前辈，叨扰多日，晚辈实在过意不去，日后有缘，定当再来拜访。江道友慢走，有空常来。一定一定。等你云天宗再养出一批新弟子，我再来薅。东玄州，新的挑战在等待。爹，咱们为什么不飞？这叫历练，修炼一途，重在修心。你若是连这点苦都吃不了，将来如何成大器？这才是人过的日子吗？这几个月风餐露宿，他瘦了不少。但修为也从金丹后期突破到了金丹圆满，这主要归功于江辰时不时塞给他的各种丹药。听说了吗？天穹秘境要开启了。哪个天穹秘境？难道是1000年前那位半步圣人的坐降之地？除了那个还能有谁？据说里面宝贝无数，到时候咱们一起去看看。是啊，是啊。半步圣人啊，那可是比他当前修为还高的存在。如果儿子在里面遇到了危险，系统会不会直接把他往上提一提？爹，你怎么笑得那么诡异？有吗？小天啊，爹带你去个好地方。什么好地方？一个能让你变强的地方。你想想，你现在的修为才金丹圆满，离接回你娘还差得远。只有不断历练，不断挑战强者，你才能更快的成长。爹说的对，我不能懈怠。咱们去哪儿？天穹秘境，半步圣人的坟墓。爹，你认真的吗？怕什么？有爹在。再说了，半步圣人都死了上千年了，又不是活的，有什么好怕的？好，听爹的。这才是我儿子。不会吧？江道友，别来无恙啊！玄清子前辈，您怎么来了？西玄州也收到了天穹秘境即将出世的消息，特地带小徒前来碰碰运气。没想到在此处遇到江道友，缘分啊缘分！前辈请便，我们父子只是路过，不碍事。怎么会碍事呢？秘境凶险，不如结伴同行，也好有个照应。行吧，多个人也不影响他的计划，说不定还能多薅点羊毛。嘿嘿。爹，好多人。人多才热闹。等会儿进了秘境，你就放心大胆的走。谁要是敢拦你、骂你、打你，你就给我打回去。打不过就喊爹，爹就在后面。爹，在呢。玄清子和谢韵不见了，也好，少两个碍事的。走吧，咱们往里走。记住了，谁拦路就打谁。咦，江辰，苏子宁，你死哪儿去了？10几年，整整10几年，老娘以为你死了。当年你突然失踪，我们都以为你被那个家族……一言难尽。这些年，我在西玄州隐居。西玄州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，你也真待得住？有儿子要养嘛。你儿子都这么大了，像你眉眼像他，不过小天比你当年好看多了。谢谢夸奖，虽然听着不像好话。德行。他娘呢？没跟你一起来？他被带走了，10几年前就被带走了。还是那个家族，他们还敢……现在的我还不够强，但终有一日我会去接他回来。到时候还有老白他们，咱们当年那群人。这些年都在找你，你要是敢一个人去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虽然帮不上什么忙，但是加油助威还是可以的。好了好了，知道了，先办正事，
这秘境里的宝贝，你打算怎么分？你当我是来抢宝贝的？我是听说这秘境里有突破的契机，才来碰碰运气的。契机嘛，谁拿到算谁的。正有此意。进入秘境后的第2天，终于到了。各方势力都到了，好戏开场。天穹圣人的遗物，我金家要了，其他人识趣的退下。金家好大的口气！天穹圣人的遗物，什么时候成了你金家的囊中之物？爹，咱们怎么办？等，让他们先打。你又来这招？这叫策略，你懂什么？他们打架的时候，宝贝没人管，你去收，收完就跑，挑值钱的拿。爹，这不道德吧？道德能换丹药吗？能换宝物吗？去吧。各位，打够了吧？该我了。你是何人？一个路过的好心人。我看各位打得这么辛苦，特来帮你们保管这些宝物。不用谢，应该的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敢抢我们的宝贝，找死！找死！万雷劫狱！啊！化神初期？不对，你的灵力浑厚度远超普通化神后期。过奖过奖，前辈要不要也来一下？检测到半部圣者遗骸中蕴含圣者本源，可助宿主提升修为。获取方式：滴血认主。注：此过程需30息时间，期间不可被打断。拼了！他在取圣者本源，快拦住他！苏子宁，撑住！老娘在撑着呢，你快点！丁，宿主成功吸收圣者本源，修为永久提升至化神后期。这一拳，我对你的敬意！还有谁？走。算你还有点良心。爹，你已经有他了！闭嘴，跑！走吧，先找个地方歇歇脚。苏子宁，你给我出来！你是不是又在骗人？那小子真活着？你能不能小点声？整座山都被你喊塌了。你说那小子还活着，他人呢？就在偏渊院，你自己去看。老白，好久不见。你他娘的，你还知道回来？你能不能轻点？化神期的拳头不是闹着玩的。轻个屁！10几年了，老子找了你10几年，我以为你死了，坟都给你立了。坟？对，在你失踪的地方立的。你知道烧了10几年的纸钱要花多钱吗？少说也有几10万灵石。那确实不少。那我赔你。赔个屁！人活着就好，活着就好。你再不松手，我就真死了。
化神后期，你小子怎么做到的？天赋。当年你丹田都碎了，怎么可能学化神后期？你当我3岁小孩？老白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聪明了？老子一直都聪明。你聪明？你聪明到给活人立坟？那不是以为他死了吗？10几年过去了，有些人有些事，真的不会变。天玄的家族也会派人参加。破圣丹？对，能助化神圆满突破圣人的丹药，整个玄天大陆都找不出几颗。虽然效果夸大不少，但至少也能在原有境界走出一大步。小天，你听到苏姨说的了吧？中州大比。听到了，爹，你是要让我去参加？没错。可是我才金丹圆满。怕什么？有爹在，爹用丹药也能把你堆成天才。你哪来这么大底气？中州强者如林，这不就是自己想要的局面吗？对了，天玄的家族也派人上场，你打算怎么办？到时候再说，这一次不会再逃了。小天啊，到了中州，你可要加把劲儿，把那些顶级世家的天才全得罪一遍。你笑什么？笑得那么猥琐？没什么，在想事情。想事情还是想天玄？苏子怡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敏锐了？敏锐个屁！你眼珠子一转，我就知道你在打什么鬼主意。当年你就是这样骗到人家天玄的。不过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我很高兴。高兴什么？高兴你还活着，还活得挺好。谢谢。谢什么？谢我今晚请你吃饭吗？不管你去中州会发生什么，别忘了，你还有我。13年了，有些东西变了，有些东西永远不会变。睡吧，等你醒了，爹带你去中州，带你去找你娘。距离化神圆满只差一个契机，而这个契机就在中州。中州大比，破圣丹，还有那个阔别这么多年的人，一切才刚刚开始。江前辈，请用早膳。多谢。这待遇走不了了。来来来，尝尝我今天的手艺。好吃吗？有创意。我就说嘛，我厨艺进步了。能把灵米煮成炭，也是种天赋。江前辈，听说您一拳打飞了金家的化神完满长老。修为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心态。您到底是什么修为啊？心态。要不再多住几天？行啊，你想住多久住多久。小天啊，修炼就像吃饭，光吃丹药不消化那是白吃，你得实战，得挨打，才能在挨打中感悟境界，这叫痛并快乐着。爹，您确定这不是您编的？编的怎么了？编的有道理，那就是真理。去吧，紫云宗的核心弟子我看了，修为都不错，够你打一阵子了。紫云宗弟子300多号人，一人打一遍，这些奖励美滋滋。接下来的一周，江小天在紫云宗内又掀起了一场腥风血雨。第一天，江小天挑战外门弟子，连胜10场；第二天挑战内门，7胜3负；第3天挑战核心，3胜7负。你是故意的吧？什么故意的？你儿子把我弟子打得满地找牙，你是来踢馆的？瞧你说的，这叫交流。你让我儿子打你的弟子，你的弟子也在打我的儿子，互惠互利，双赢。江晨，你儿子到底什么体质？怎么越打越精神？抗走体质，遗传他爹的。你当年可没这么抗走，被那个家族的人一掌就打趴下了，躺了3个月。所以我现在才要让他比我强。行了，别在这儿看了，走，喝酒去。你酿的？当然不是，我酿的那是人喝的吗？我让人从城里买的灵酒。你有自知之明，我很欣慰。江晨，有件事儿我想跟你商量。什么事？你那个丹药能不能分我点儿？你不是说紫云宗富甲一方吗？富甲一方也得看跟谁比，跟你这个行走的丹药库比起来，我紫云宗就是乞丐。说人话。我想用宗门的一些特产跟你换点破镜丹，
我那几个长老卡在瓶颈好几年了，再突破不了，寿元就要到头了。可以，真的？不过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儿子挑战期间要是被打伤了，就灌丹药，别让他死了就行。你确定他是你亲生的？不是亲生的，我管他做甚？行吧，成交。歪理，全是歪理。江晨，当年你有没有喜欢过我？子宁，我这辈子欠你的。我问你有没有喜欢过我，没问你欠不欠我。有过。那就够了。愧疚有吧，但更多的是释然。醒了，昨晚的事别多想，我不需要你负责，也不需要你愧疚。大家都是成年人，你情我愿的事。行了，你还是想想怎么培养小天吧，别把心思浪费在我身上。他还是他。挑战江小天者，胜一场奖励地品丹药1枚。地品丹药那可是好东西啊！快去排队，我先。唉，爹，您这是在帮我还是在害我？当然是在帮你。你看，多好的实战机会，一般人哪有这待遇？待遇难道不是吗？我可能真的是捡来的。这就是你儿子？对，小天，叫白叔。白叔好。像，真像，跟你爹当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小子，你爹当年可是我们这群人里最猛的，虽然当时修为不是最高，但胆子最大。白叔，我爹当年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喝酒，喝酒。当年的事，以后再说。江晨，你还记得当年咱们万妖森林那次不？你被一群妖兽追着跑，跑得比秃子还快。记得，那次是你捅了妖王的老巢，我帮你引开的。那是意外。你每次惹事都说是意外，上次把人家宗门的灵兽烤了吃，也说是意外。不是饿了吗？别听他们瞎说，你爹我当年可是正经人。你至少比你俩正经。呸！正经？当年是谁偷看人家天玄洗澡？老白，好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你要去中州？我知道。行，老子陪你一起去。万一你被打死了，我好给你收尸。这次是真收，不是立假坟。你能不能说点好听的？不能。行了行了，都别贫了。去中州的事儿不急，先把眼前的事安排好。眼前什么事儿？中州大比还有几个月才开始，咱们还有时间。从东玄州到中州坐传送阵的话，半个月就到了。剩下的时间得让小天再提升提升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提升？怎么提升？小天啊，你知道东玄州南边有一片妖兽林吗？不知道。那地方叫万兽林，里面有很多厉害的妖兽，非常适合历练。爹，你应该不会是想……万兽林？没错，下一站万兽林。爹，我能不去吗？能啊，你想去中州找你娘也行。不过你现在这个修为，去了中州也是被人欺负，到时候你娘看到你这副怂样，肯定很失望。我去万兽林，这才是我儿子。我怎么觉得小天不是江晨的儿子？你现在才发现？那你不早说？你怎么都是一家之主了，还是跟以前一样愣头青似的？你没看出来吗？这小子太单纯了，他爹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。还真是，这父子俩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。别管了，江晨有分寸，不会有事的。那倒也是，不然我第一个不答应。关你什么事？那是我干儿子，你没听他说吗？叫白叔。叔是什么？叔就是半个爹。走了。这片区域是元婴期妖兽的地盘，外围是金丹期，再往里是化神期。小天现在的修为是金丹圆满，在外围历练正好。不，去元婴区。他才金丹圆满，去元婴区不是找死吗？所以才要去，只有在生死边缘才能激发出最大的潜力。你爹说的，你同意？我有不同意的权利吗？没有。行吧，元婴区就元婴区。不过说好了，遇到化神期的妖兽必须跑。那是自然，我又不是傻子。
你看起来就不太聪明。苍炎剑法，赤炎斩。丁，宿主儿子受到元婴初期妖兽重创，触发被动效果，奖励宿主疗伤丹镲100。江小天，你能行的。苍焰剑诀，半月地裂斩。爹，我突破了，我打赢了。一头元婴初期的狼而已，至于高兴成这样？爹，您就不能夸我一句？夸你什么？夸你被打得吐血。一剑毙命，小天这一剑的威力已经接近元婴中期了。真的？真的。你爹给你的苍焰剑诀品阶不低。别看我，你这一剑确实不错，但还有提升空间，继续练。是。你没事吧？服下这枚聚气丹。爹，我又突破了。不错。1个半月从金丹圆满到元婴中期，这是什么修炼速度？正常速度。正常个屁！老子当年从金丹圆满到元婴，花了整整1年，1年！那是你天赋不行。你确定不是因为你给的丹药太多了？丹药只是辅助，主要靠他自己的努力。努力？努力个屁！靠他努力，那是你给的丹药多。1个月，数百张。这小子将来成就不可限量。是个好苗子。那当然，他爹就不可限量，他还能差到哪儿去？谦虚点。行吧，他将来成就还可以，勉强能看。这跟没谦虚有什么区别？有区别，之前是不可限量，现在是还可以，降了2个档次呢。江辰，你这张嘴啊，当年就是这么把人姑娘骗到手的吧？不是骗的，是真心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才陪你一起去中州。我也去。谢了。谢什么？等你到了中州，请我们吃顿好的就行。行，到时候请你吃龙肉。龙肉？哪来的龙肉？到了中州就有了。这1个月收获不小，我的修为从化神后期到化神圆满，小天的修为也从金丹圆满到元婴中期，还有丹药无数，功法若干，法宝好几件。最重要的是和子宁老白重逢。时间在流逝，但有些人有些事真的不会变。爹，你在看什么？看路。走吧，中州在等着我们。中州大比，我一定会夺得名次的。不只是夺得名次，还得拉仇恨。拉仇恨？打赢第1场骂对手一句垃圾，打赢第2场说对手不过如此，打赢第3场对着台下喊还有谁？爹，您认真的？你看我像开玩笑吗？像。好吧，我确实在开玩笑，不过拉仇恨是真的，你拉得越猛，爹就越强。爹，您到底说什么？没什么，这种秘密还是藏在心里比较好。爹，您又想让我干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想让你在中州大比上大放风采。具体怎么大放异彩？很简单，打遍天下无敌手。爹，您这是让我去送死？怎么会？你死了，谁给爹养老？这父子俩真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。你懂什么？这叫父子情深。你管这叫父子情深？当然，你见过哪个当爹的舍得把儿子往死里整的？这不是亲爹是什么？好像有道理，又好像全是歪理。算了，不想了，反正这父子俩的事儿我也管不着。化神圆满，距离半步半圣只差1步。不早了，老白叔和苏毅已经在楼下等着了，快点！传送阵每天早上只开3次，错过第1波就要等到中午了。来，吃点东西，味道不错。灌汤包这边的特色，到了中州就吃不到了。为什么？中州的物价，一笼包子要10颗中品零食。我掏。真的？不过到了中州，你负责打听消息，苏子宁负责照看小天。啊？没问题了。站稳了，传送马上开始。B。到了，睁眼吧。别盯着看，那2个字是半圣强者用神液刻上去的，普通人看久了会头晕。走吧，先进城找地方住下。爹，这里的人都好强。中州是大陆中心，资源丰富，中州大比在即，强者自然多。你以后习惯了就好。
那我现在的元婴中期算什么水平？大概仲下游。别灰心，元婴中期已经很好了。那些顶级世家的天才，从小用天才地宝堆，修为高很正常。但你有一个他们都没有的优势。什么优势啊？你有个好爹。您认真的吗？当然是认真的。这家叫云霄阁，环境不错，价格公道，一间上房，1天10颗中品灵石，要不要住？住。让开，让开，别挡路！林一峰，哟，这是谁啊？这不是当年的那条癞蛤蟆吗？叫什么来着？江辰？对，就是江辰。怎么，你也有脸来中州了？别冲动。哟，还带了个小的，这就是你跟天玄的儿子吧？还挺像你这废物老爹的。不过江辰，这么多年了，你这懦夫的性子倒是没变。当年被天家赶走的时候，连个屁都不敢放。来人，给我废了他们！一峰兄，当街杀人，大比期间这么多人看着，你也不怕失了林家的脸面？上官彻，这事跟你没关系。怎么没关系？你别忘了，江辰是我朋友。朋友？上官彻，你堂堂上官家的嫡系，跟一个散修，而且还是被天家废了的人做朋友，也不怕丢了你上官家的脸面？交朋友看的是人品，不是家世，这一点上官家的家训教过我。江兄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白兄，苏姑娘，别来无恙。无恙无恙，就是修为差了点儿，已经追不上你了。这是你儿子？小天，叫上官叔。上官叔，第一次见面，没什么好东西。这块玉佩你拿着，上面有我上官家的印记，在中州遇到什么麻烦，拿出来能管点用。谢谢上官叔。江辰，你不知道吧？天家前段时间在上古秘境陨落了2尊半圣，还有1位半圣中期重伤未愈。如今的天家只剩下3尊半圣了，1尊后期，2尊初期。至于那位半圣圆满的老祖，不到家族生死存亡，根本不会出手。说完了，走吧，回客栈。一峰兄，中州大比在即，与其在这里逞口舌之快，不如回去好好准备，别到时候你们林家人输了比赛，又丢了脸。江兄，你这次来中州是为了天玄，你觉得呢？我明白了，有什么要帮忙的，尽管开口。上官家虽然不及林家势大，但在中州还说得上几句话。谢了。谢什么？当年要不是你帮我挡了那一刀，我早就没命了。好不容易有了天玄的消息，结果是这样的局面。进来。江辰，有人找你。这些年，你看上去变了不少，你也一样。小天呢，在隔壁，你是来看他的？是，也不全是。当年的事，你未必知道全部。天家有一门血脉传承，天家子孙血脉浓度越高，修炼天赋越强。而天玄的血脉浓度是近500年来最高，他有极大的概率冲击圣人境界。太上长老最大的心愿就是天家能出一位圣人，而不是跟你一个散修在一起。天玄和你在一起，直到他生下小天才瞒不住了。消息传回天家，天家13位长老有12位要求立刻把你和小天处理掉，只有1个人反对，那就是我。我反对不是因为我向着你，是因为天玄，她是我妹妹，我知道她的性子。如果他们杀了你跟小天，她真的会随之而去。她以死相逼的事，你应该还记得。太上长老最终让步了，条件是你的修为必须废掉，小天可以活，然后天玄回天家，此生不得再见你们父子。这些年，他过得好吗？说不上好，在禁地除了修炼，不能踏出半步，实际上跟囚禁没什么区别。他一直想出去，不答应就断灵。这些年折腾下来，退步了不少。就算不修炼，光是血脉本身的价值就值得天家养着他。你想带小天回天家，你知道了，天家实力大减，其他家族虎视眈眈。是，如今的天家明面上只有3尊半圣可用，如果不是其他的3家互相制衡，天家可能已经被吞了。太上长老这次让我来找小天，就是为了激活他体内的天家血脉。如果他的血脉浓度足够，天家会倾尽全力培养他。我能跟着去吗？太上长老不会让你踏入天家半步。那我能见天玄吗？太上长老不允。天玄被镇压在后山禁地，没有他的许可，
任何人不得靠近。帮我带句话给他。好，我先去看看小天。当年的事，我没有能力阻止，对不起。等着我。小天，是我。你是？我叫天元，你母亲的大哥，你应该喊我一声舅舅。进去说吧。这些年过得怎么样？还行，爹对我很好。小天，我今天来是想带你回天家。为什么？你身上流着天家的血，天家有一种秘法，可以激活嫡系子孙体内的血脉之力。你现在的修为在同龄人中算不错的，但如果激活了血脉，还能再提升一些。能提升多少？取决于你的血脉浓度，但突破到化神境不是问题。到时候我能去看看我娘吗？暂时不能，你娘在天家后山禁地，没有太上长老的许可，任何人不得靠近。我去问我爹。爹，你舅舅跟你说了？说了，他说要带我回天家激活血脉，你怎么想？我想去，激活完血脉回来去参加中州大比。你舅舅说了，暂时见不到你娘，但你可以带话。好。天玄，江辰他来中州了。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小天，他怎么样？他长什么样？像不像江辰？他什么修为？小天很好，模样像你，但性格像他爹。元婴中期，在同龄人中算是不错的了。小天也让我带话给你，他说他会变得很强很强，强到能把你从天家接出去。开始吧。血脉浓度竟然快要赶到天玄了，本以为能到上等就不错了，没想到竟然快要达到天玄当年的水平。此子，天家当全力培养。丁，检测到宿主儿子修为突破至化神初期，系统奖励同步发放。宿主修为提升至半步半圣，奖励地阶武器闪裂剑。快了，真的快了。化神初期，这小子5天前还是元婴中期。爹，你看，不错。这是天玄的回信。后续的中州大比，小天会参加，我知道，天家也会派年轻一代参加，到时候小天会赢，我拭目以待。中州大比要开始了。终于可以小天大显身手了。刚好这几天，你再稳固一下修为。我会让所有人知道，我不是好惹的。中州大比，小天你可要好好表现。查清楚了，清楚了，激活了就好。第一场，你那的对手是北玄州顶级宗门杀神殿的传人，修为是化神中期。化神初期也敢上台找死？有点意思。堂兄，这小子不急，有的是机会。
认输吧。江小天上！好儿子，不愧是老子的种。丁，检测到宿主儿子夺得中州大比魁首，击败化神后期巅峰敌人。系统奖励发放中。奖励1：地阶武器苍穹剑。奖励2：地阶功法万劫不灭体。这是魁首的奖励，给你，吃了它，您就能突破半圣了。商议。家主，林家的人来了。来干什么？提亲。林家二长老亲自带队，说要迎娶天玄小姐，人已经在门外了。白天才在擂台上下不了台，晚上就上门提亲，林家这是明摆着趁火打劫。走，去看看。天元家主深夜叨扰，还望见谅。我林家诚意求娶天玄小姐，还望天家给个答复。天玄的事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，容天家商议一番，再给答复。多久？10天。好，10天之后我来等答复，希望不要让我林家失望。天玄，天玄，你是最后一味药，筹划多年，终于要实现了。小天，收拾一下，跟我去天家。天家，父亲，您不是说此一时彼一时，去天家看看你娘，顺便算一笔旧账。站住！天家重地，闲人止步。原来是天元家主的客人，请稍后，容我通禀。不必通禀了。来了，跟我进来吧。天玄知道你们要来，但他出不来，禁地有阵法。天虹在哪里？你问他做什么？当年废我修为的人，听说就是他下令的。我来找他问几句话。天虹3日前外出寻药了，算算时间，今天差不多该回来了。家主，天虹长老回来了，正在前往议事大厅。他听说有外人进了天家，很生气，说要来问个究竟。我当是谁？原来是当年的那个废物。当年没杀你，已经是天家格外开恩。怎么，现在听说你修为恢复，就敢来天家撒野？这就是那个孽种，倒是长了些出息。当年曾羞辱宿主其子，系统奖励发放中。宿主修为提升至半圣后期，额外奖励地阶防具不灭玄甲，地阶丹药9转还魂丹乘3，地阶功法大眼剑诀。你儿子他能活到今天，都是天家手下留情。换了我，当年就直接把这个孽种的经脉也废了，免得他长大以后来祸害天家。天虹，够了，够了！天元，你现在身为天家家主，竟然把这些外人带进来，你是想干嘛？让我来。当年的事我已经听天元说过了。你说我是废物，配不上天玄。好，我不跟你争。但你说我儿子是孽种，有种你再骂一句试试。孽种，你的儿子就是孽种，天家的血脉，被你这种人玷污，是天家的耻辱。半圣后期，
不是初期，是后期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够了！你就是江辰。当年的事是老朽默许的。天玄的血脉是天家几百年来最浓郁的，他有希望冲击圣人境界，而你没有背景，没有家世，跟着你，他这辈子都摸不到圣人的门槛。老朽当年也是想让家族强盛，才做了那个决定。废你修为，留你性命，已经是法外开恩。你说我没有背景，配不上天玄，那我想问你，你天家几百年来出了几个圣人？一个都没有。而现在我半圣后期，小天大比魁首，是否满意？你说的对，当年的事是老朽错了。错不错的不重要了，把天玄放出来。好。照顾好他。进去吧。娘，小天，我的孩子，江辰，我来接你了，晚了这么多年，对不起。不晚，一点都不晚。今天感觉怎么样？好多了，你看都能跳舞了。别转了，头晕。我想出去逛逛，给你和小天买点东西。这几天他天天围着我转，我都心疼了。我陪你去。不用，你在身边，我还怎么挑礼物？你这个人一点惊喜都没有。放心，我就在中州城，不走远，1个时辰就回来。江兄，我查到了，那些被杀的天才，那些被抽干血脉的尸体，都是林家干，不是今年才开始，是几10年前就开始了。林一直在派人从各大洲暗中收集顶尖血脉，每次只杀1、2个人，分散在广阔的大陆上，根本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。南玄州赵家的天才死的时候18岁，东玄州剑宗的真传弟子被发现时已经是一具干尸，还有那个觉醒了上古凶兽血脉的少主都没找到，还有中州4大家族的年轻一代，每一届大比之后总会消失一两。林家要这么多血脉做什么？为了成圣。你们说的林家那位圆满半圣林渊，他在闭关冲击圣人境界，但他的血脉不够纯，所以他想了一个歪门邪道，收集顶尖血脉，炼制出禁忌秘药，强行突破。天玄的血脉是他最后的目标。我去找他。我跟你一起去。不用，你们在这里等消息。这个多少钱？夫人好眼光，这是上好的青玉簪，5颗中品灵石。我原本打算让林一峰正大光明求亲，把天玄娶进林家，名正言顺的取他的血，没想到天家不识抬举，那个姓江的废物还跳出来搅局。好，很好，走出天家了，好，很好。正愁怎么从天家禁地把他弄出来，他自己送上门来了。天意，这是天意。
天玄小姐，初次见面，老夫林渊等你很久了。天家几百年来最浓的血脉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你是主药，你死了，药效就差了。江晨会杀了你的。不够，怎么会不够？血脉应该够了，怎么会不够？不够，不够，还差一些，差一些。既然不够，那就把林家所有人的血脉都抽了。老祖宗，您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你们是林家的子孙，老夫要成圣，需要血脉之力。与其让你们的血白白浪费，不如献给老夫。够了，够了，终于够了。林家那股气息是半圣圆满，而且正在向圣人蜕变。圣人气息，去看看。林家这是被谁灭了？赵天玄，快找！在这里，还活着！快来人！我妹妹还活着！天玄小姐的血脉失去太多了，如果不尽快恢复，恐怕，除非有9转还魂丹，否则是这个吗？9转还魂丹，还是地阶的。江晨，我是不是又梦到你了？不是梦，我在这里。别哭，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林渊在哪里？动静太大，整个中州都感受到了。他现在在哪里？没有人知道。突破之后他就消失了，但他是靠着抽干血脉强行突破。根基不稳，至少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完全掌控力量。江晨，你竟然也是圣人！我来去找他。活着回来。一定。江晨，你根本不知道，老夫为了今天付出了什么。那也不是你杀害他人的理由。血域之瞳，落！苍穹剑诀，一剑破万法，剑荡八荒。大眼天剑诀，天剑破晓。灵鬼爪，不对，同样是圣人，你怎么可能这么强？老夫走了这么远的路，到头来还是一无所有。路走的对不对？不在长短，在方向。
回来了。啊！保重。苏子宁，你给我出来！你是不是又在骗人？那小子真活着？你能不能小点声？整座山都被你喊塌了。你说那小子还活着，他人呢？就在偏院院，你自己去看。老白，好久不见。还知道回来？你能不能轻点？化神期的拳头不是闹着玩的。轻个屁！10几年了，老子找了你10几年，我以为你死了，坟都给你立了。坟？对，在你失踪的地方立的。你知道烧了10几年的纸钱要花多钱吗？少说也有几10万灵石。那确实不少。那我赔你。赔个屁！人活着就好，活着就好。你再不松手，我就真死了。化神后期，你小子怎么做到的？天赋。当年你丹田都碎了，怎么可能修化神后期？你当我3岁小孩？老白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聪明了？老子一直都聪明。你聪明？你聪明到给活人立坟？那不是以为他死了吗？10几年过去了，有些人，有些事，真的不会变。